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，俄军的 T90 坦克在美国面前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。4月12日，一组 T90A 停靠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。从发布的图片上，我们能明显看到，这是一辆战损版 T90A， 浑身上下充满了划痕，前后挡泥板损坏，机枪被拆除，周身披挂零星的反应装甲。但好在具有标志性窗帘衣红外大灯没有被拆除，让人还能辨认出他的身份。加上其车体和炮塔上的黄色数字9，也让追踪乌克兰战争军事装备的 Oryx 小组推测出这辆 T90A 应该属于俄罗斯第1近卫坦克军第27摩托化步兵旅，是去年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大捷时缴获的其中一辆 T90 型主战坦克。而它之所以能来到美国，据估计应该和美国的外国装备开发计划有关，因为在 TME 计划中，美国情报部门是允许通过研究外国装备来获取情报的，其中就包括逆向推断出装备功能和漏洞的项目。而等美国军方在掌握了相关情报后，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装备进行特训，以便在战场上能更从容地应对。至于这辆 T90 是怎么来的，目前尚未可知，但是从乌克兰作为美国情报机构 FME 硬件的长期供应者，为 FME 计划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的这一点上看，可能正如火力军去年缴获 T90 那期视频里说的一样，将缴获的俄军武器运往美国，很可能就是美军大力援助乌克兰的条件之一。怪不得俄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年份越打越回去，从 T90 一路打到 T54，很可能就是 T90 在去年被缴获后第一时间被研究了透彻，从而使西方有了针对性的援乌清单。那么 T90 等先进技术的曝光对俄军到底意味着什么？T90 型坦克对俄罗斯有多重要，俄军自己是最清楚的，尤其是其中的 T90M， 更是俄军目前批量服役主战坦克中最为先进的型号，是俄军装甲部队的门面。咱也不说别的，就单从火控和防护2点上看看俄军是怎么吹的。苏联解体前，他们的科技树就点歪了，别人都在大力发展微电子时，就苏联头铁一直在真空管方面努力，导致双方的电子技术越来越大。而这放到装甲车辆上，这就体现在了火控系统方面。目前 T90M 配装的是卡利纳火控系统，是俄罗斯正式批量装备主战坦克中最为先进的火控系统，代表了俄军坦克火控系统的最高水平。一套下来，成本大概在100到120万美元。若是加上电驱动装置和伺服机构，成本估计为150到180万美元，大约是坦克总成本的35%。别看该火控系统昂贵，但按俄军的说法，其性能相当强悍，总体性能与西方目前最新型的第3代猎歼火控系统旗鼓相当，都属于全自动的性质。这套系统能使 T90M 坦克在1分钟内射击5个目标，其处于静态射击时，对2000米射程内目标的命中率高达85%以上，而处于移动状态射击时，命中率也高得离谱。如 T90M 处于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射击时，1500米射程内目标的命中率也高达80%。到了夜间作战，因为该火控系统还整合了先进的热成像仪，所以 T90M 可以清楚看到3公里外的目标，并能进行精确射击。而且只要锁定目标，该火控系统就可以全时段跟踪目标，相关的各种目标数据也会自动传输到坦克炮的传感器上，然后由车长或炮长决定选择什么炮弹、什么时间进行射击。甚至为了增强网络化协同能力，比肩美国 M1A1 主战坦克，俄军还让整个火控系统采用新型车际网络系统，并为俄军联机部队配装小型无人飞机让坦克携带，从而大幅提高快速机动作战中单辆坦克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。同时也可以将无人机传回的实时信息发送给己方其他作战平台，从而实现战地信息的实时共享。但火力军想说，俄罗斯绝对吹大牛了，热成像仪性能先不说，俄军现在能不能供应上还是个问题。而且 T90 若是真的有足够的维护和升级措施，它能在俄乌战争上被打得那么惨？看过之前乌克兰的俄军坦克性能发布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俄军装甲部队绝对是参数部队。当然，不了解的朋友也别急，火力军讲完防护性能后会一起讲到的。俄军再差劲，好歹是经历过几次冲突实战出来的部队，再加上苏联的底子，其实在坦克防护方面的能力是不弱的。
尤其是在经过东乌冲突和叙利亚冲突后，俄军便发现自家配装有接触5的 T-72坦克虽然能防住1、2代反坦克导弹，但是却无法抵御拥有串联战斗部导弹的攻击，如西方常备的 M829A23 系列穿甲弹。于是加强坦克防护，能让坦克直面新一代反坦克武器，就成了俄军设计者们的新目标。目前俄军最好的防护装甲应该都是从蜂窝型复合装甲升级而来，其装甲初代蜂窝型复合装甲的 T80U 的炮塔，其正面能抵御600毫米的穿身，而升级后的2代蜂窝型复合装甲在装备到 T90A 上后，不仅重量没有明显的增重，而且抗穿甲弹能力还达到了700毫米，而同时代的西方坦克却还要再付出近10吨以上，全重超过55吨，甚至达到60吨，才拥有类似的防护能力。加上当时俄军坦克还有标配的接触5型附加反应装甲，这套装甲一直都被广泛应用在所有苏俄坦克上，其防护效果如 T90A 坦克在未安装前对穿甲弹防御力是570毫米，破甲弹是900毫米，而安装之后就分别为810毫米和1250毫米。所以当时的 T90A 无论是在防穿甲弹还是在防破甲弹上都是世界最好的。目前该型装甲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的蜂窝式碎片型装甲，也称化石爆炸反应装甲。2006年开始服役，其对穿甲弹和破甲弹的防护能力分别达到了800毫米和1200毫米，能够防范类似地狱火那样的重型反坦克导弹打击，也能防御西方新型巨能穿甲弹。俄军称赞装备了化石反应装甲的 T90M 全重不过只有50吨，其防护能力就达到65吨级 M1A2 的水准，而且这还不包含其软式主动防御系统，仅只是 T90M 炮塔正面顶部的新型光电干扰探头，就可以干扰目前最新一代反坦克导弹武器。而其装有的烟幕弹发射装置，既可以发射拦截弹，也可以发射烟幕弹，能够拦截攻顶的导弹，又能为撤退打掩护，可见其防护能力的优秀。但现实打脸来的就是这么突然。首先，出于成本的考虑 ，T90M 一直没有加装专用的硬式主动防御系统，甚至连 T14上安装新型的阿富汗尼特的主动防御系统，好像也没有在 T90M 上看见踪影。估计是这套系统还没有成熟，要么就是太贵了，俄军装不起。当然，俄军可能两者都占有。其次 ，T90 型坦克虽然正面防护性能十分优秀，但是在战场上被击毁的 T90 型坦克依旧不在少数，损毁部队多集中在侧面、顶部等部位。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中，俄军 T90 型坦克在面对乌克兰大量标枪等反坦克导弹的攻顶式打击时，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厚重的前装甲毫无一点用处，这才导致俄军装甲部队的装备和实力大不如从前。大致算一算，俄军打到现在损失的主战坦克也有数千辆了，这还不包含步战车、支援车等其他车辆。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大强度制裁，俄罗斯军工产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目前的生产力根本满足不了俄军装备损失的需求。比如前段时间那期 T54上战场视频中就有说到，俄军装备正在急速退化的种种迹象。数千辆坦克的损失让普京开始用博物馆展品打仗，而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战术方法，如果俄军继续采用，先不说这些展品能顶多久，单是能够驾驶有作战经验的坦克成员还能有多少？俄军现在既没有多余坦克，又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新兵，万一哪天俄军装甲部队忍受不了，真说不得会调转枪头打向莫斯科。况且我们的乌军兄弟也曾曝光过 T90M 的细节，一些核心零部件、电子设备都曝光在荧屏幕下。他们发现 T90M 也并非传得那么神，与其说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自行研制的一型新坦克，倒不如说是基于苏联时期的 T72B 主战坦克研制的一种现代化升级型号。其核心零部件大都来自进口的西方国家，比如刚才提到的热成像仪问题，俄罗斯是缺乏生产热成像仪技术的。当初在苏联时期，由于科技树点歪，苏联微电子技术比不上欧美，虽然有奋起直追过，但苏联技术员直到80年代末才着手研制，属实有些太晚了。加上紧跟而来的苏联解体，第4代坦克项目直接下马，没了主体，苏联自研的热成像仪也就没了下文。更要命的是，解体带来的10年动荡期以及分割遗留财产时，原苏联时期的科研团队也被分割成了数个小团体，以至于独立的俄罗斯一下子失去了大量的科研力量，相关的研制速度、技术水平一降再降，直到今天，
直接失去了高分辨率热成像仪的研制能力。所以，俄军那些自吹的国产热成像仪，不过是进口的法国、白俄罗斯的贴牌货而已。况且，俄罗斯现在还处于西方全面制裁下，想买法国货基本是不抱希望了。而且，就算真的从法国进口来了凯瑟琳热成像仪，数量先且不谈，仅凯瑟琳热成像仪的性能，在国际市场上就是出了名的不稳定。当年印度从俄罗斯买了一批 T90S 就安装的这套仪器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直接被塔尔沙漠的气温给热死机了。所以说，通过乌克兰战场，我们足以验证，俄军的 T90型坦克在1990年代以后，实在被吹得太厉害了。其实际上可能就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和升级，根本无法给乌军士兵们带来令人畏惧的能力。而且以上这些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，那就是乌克兰装甲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正在积聚力量，而俄罗斯正在迅速消耗原有的储备。尽管已经把家底裤兜子翻空了，但却很少有新的武器装备和生产能力进行补足，这样只会吹纸面实力，而现实一塌糊涂的俄军装甲部队，你说他们还能有什么优势？最后，俄军可能也知道自己无力回天，先是设立500万的坦克奖进行悬赏，打算用财波动人心的方法鼓励俄军士兵去阻击西方援助的坦克。按照已经公布的坦克奖，俄罗斯士兵摧毁或者缴获坦克就会获得500万卢布的奖励。不过，每名俄军士兵只有一次领取大奖的机会。但是如今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，收到的效果好像微乎其微。后来俄军高层一看悬赏不管用，最近这不又开始组建坦克猎手部队，打算学习乌军士兵游击俄军装甲部队的方法来阻击西方援乌的坦克。但无论是巴松管、短号、竞赛还是菊花 S 这些俄军打算列装坦克猎手部队的反坦克武器，其性能虽和标枪等西方的反坦克武器相差不大，甚至更优秀，关键是数量好像根本不够吧。就比如菊花 S 反坦克系统，在经过俄军2016年的大升级后，俄军到现在好像也没多少套。更何况制裁下的俄罗斯如何去凑足经费、凑够材料呢？恐怕这次战争结束后，俄罗斯的 T90M 要么降档，要么就成为历史了。以后俄军主流又要变成 T72了。好了，关于美国惊现 T90 俄军装甲部队孔城小弟，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，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